大家好，相信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真切感受到，近2年全球经济寒意渐浓，整体行情持续低迷，消费疲软不振，各行各业生意难做，赚钱越来越难，物价悄然上涨，收入增长停滞，市场不确定性层层叠加，地缘局势波动，通胀暗流涌动，各行各业都迎来了新一轮深度调整与洗牌。在这样经济下行、前景扑朔迷离的大环境下，很多人感到迷茫与焦虑，不知道手里的存款该放哪里，资产该如何保全，更看不清未来几年的财富走向。今天，我站在商业周期和时代变局的角度，坦诚跟大家说一句大实话：2026年绝非资本家的寒冬，而会是实实在在的穷人灾难年。普通人财富缩水的关键1年，守旧存钱的老路已经走不通，再抱着老观念把钱全部躺在银行睡大觉，只会被通胀悄悄收割，被时代慢慢抛下。我现在就以多年经商和研判经济的亲身感悟，跟大家深度拆解当下经济困局，普通人财富流失的根源，同时讲透年底前该如何把一半存款置换，配置成3类硬保值资产，做好资产布局，提升自身竞争力，安稳度过经济寒冬，守住家庭财富与晚年底气。1年之后，你一定会庆幸自己此刻做出的理性选择。很多人对财富贬值没有直观感受，总觉得物价涨幅不大，银行还有利息，钱放在银行很安全，根本感受不到资产在缩水。我给大家算一笔最实在、最通俗易懂的账，大家听完就能瞬间醒悟。假设当下常年平均通货膨胀率维持在5左右，而银行1年期存款年利率仅有1，在这样低利率、高通胀的环境下，你手里的100元存进银行，放满1年时间，账面上看似变成了101元，看着还多赚了1元利息，心里觉得稳稳当当。但大家忽略了最关键的购买力，因为物价全年上涨1年之后，这101元的实际购买力仅仅相当于原来的90陆元左右。这就意味着，哪怕你1分钱都没有花，把钱静静放在银行不动，1年下来，你的真实资产已经无形中缩水了4。更可怕的是，这种财富缩水从来都不是一次性暴跌，而是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一开始你毫无察觉，被银行卡里不断增长的账面数字迷惑，以为资产一直在保值。等到几年之后，你突然发现手里的存款再也买不起当年同等价值的东西，曾经能全款买房的钱，现在只够付首付；曾经能轻松养老的积蓄，现在连日常开销都捉襟见肘。到那个时候才猛然惊醒，财富已经大幅缩水，可市场格局已经定型，经济周期已经走到下行阶段。你再想调整理财思路，重新配置资产，早就错过了最佳的布局时机，只能被动接受财富流失的结果。我深耕商业几十年，看透了无数经济周期的起落，也看清了普通人财富流失的根本原因。第一个核心道理，钱永远会从原地不动、思维僵化、懂资产规划的人手中悄悄溜走，把钱全部存进银行，安稳吃利息的思维，只适用于经济平稳发展、通货膨胀极低、物价常年稳定的年代。而现在早已进入高通胀、低利率、市场动荡加剧的全新经济阶段。银行微薄的利息远远跑不赢物价上涨和货币贬值的速度。
死守银行存款，本质上就是眼睁睁看着自己半辈子的辛苦财富被通胀一点点吞噬，慢慢蒸发。不要觉得安稳存钱就是保守稳妥，在当下的经济环境里，原地不动就是最大的风险。第二个至关重要的认知，资产错配远比贫穷更可怕。很多人总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只取决于谁赚钱多，谁收入高，谁工作稳定。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真正拉开普通人与富人、普通人与中产阶层差距的，从来都不只是收入高低，更关键的是资产配置的认知能力和布局眼光。同样手握100万积蓄，不懂理财、盲目跟风的人会把所有资金全部投入正在持续贬值的资产当中。几年下来，本金看似没少，实际购买力可能直接缩水，只剩拱你10万。而拥有正确资产配置思维的人，懂得分散布局，攻守兼备，既能稳稳抵御通货膨胀的侵蚀，还能在经济周期波动中实现资产的稳步增值。越往后财富差距拉得越大。就拿大家最熟悉的股票投资来说，绝大多数普通人没有专业的金融知识，没有行业分析能力，完全靠跟风，靠小道消息炒股。看到某只股票短期价格疯涨，身边人都在赚钱，就头脑发热不顾一切冲进去追高，毫无逻辑，毫无底线，盲目加仓。结果往往在行情最高点高位接盘，等到市场风向转变，股价断崖式暴跌，舍不得割肉被套牢，最后只能无奈忍痛离场，资产遭遇大幅缩水。而真正懂投资、有格局的人，从来不会被短期涨跌诱惑，会沉下心深入研究企业基本面、行业发展前景、宏观市场趋势等核心因素，精选具备长期成长潜力的优质标的，不在乎短期的小幅波动，坚持长期持有，穿越经济周期，最终稳稳收获财富增长的红利。再说说大家热衷的房地产投资。过去几十年，中国房地产迎来了黄金发展时代，很多人靠着买房炒房实现了财富跨越式增长，也让不少人形成了买房就一定稳赚不赔的固化思维。但时代早就变了，如今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收紧，楼市早已告别普涨时代，进入严重的城市分化、地段分化格局。一线核心城市优质地段，配套完善的房产还能保持保值属性，而很多3、4线小城偏远地段，配套匮乏，没有人口支撑的房产，不仅再也没有增值空间，反而面临房价阴跌、有价无市、难以变现的巨大风险。如果现在还盲目跟风凑钱加杠杆买房，把全部身家砸进劣质房产里，不仅守不住财富，还可能背负房贷压力，陷入资产被套牢的困境。我一直强调，资产配置从来都不是富人的专属特权，而是每一个普通人、每一个中产家庭都必须具备的基本生存技能。很多普通人在经济波动中损失惨重，并不是因为赚钱能力差、收入太低，而是缺乏最基础的财富认知和资产配置观念，习惯把所有资产集中在单一领域，要么全存银行，要么全买房，要么全炒股，不懂分散风险，不懂避险保值。一旦遇到经济下行、市场波动，没有任何缓冲空间，最终只能被市场淘汰。除了财富配置，我还要郑重提醒所有人，第3个时代趋势，不主动学习转型，迟早会被 AI 彻底淘汰。如今，人工智能技术飞速迭代，一场席卷全球、全行业的 AI 变革风暴
正在彻底重塑各行各业的商业模式、工作模式和就业格局。很多人还停留在老旧认知里，觉得 AI 只会替代流水线工人、普通蓝领这类重复性体力劳动。白领、专业技术人员永远不会被取代，但现实早已颠覆所有人的想象。现在被 AI 逐步替代的早已不只是底层蓝领，越来越多办公室白领、专业技术从业者、传统脑力劳动者都面临着被替代、被边缘化的职业危机。现在的 AI 能力早已超乎大众想象。在法律行业， AI 智能工具短短几分钟就能完成资深律师好几天才能做完的合同审查、法条检索、案件分析工作，效率远超人工，准确率丝毫不逊色专业律师。在医疗行业， AI 通过海量医学影像数据深度学习，能够快速精准筛查病灶，诊断常见病，甚至在部分疑难病症的预判和诊断上准确率已经超越从业多年的资深医生。在金融投资行业， AI 依托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能够实时捕捉全球市场动态，预判行情走势，为投资决策提供精准科学支撑，分析效率和专业度远远超过传统人工分析。就连文案创作、设计剪辑、数据整理、行政办公等普通白领工作， AI 都能快速高效完成。我大胆预判，未来10年是 AI 全面普及、深度落地的黄金10年。那些没有第二专业技能、没有核心不可替代性、不愿学习新事物、拒绝拥抱 AI 变革的人，将会越来越难在社会立足，就业空间会被持续挤压，收入会不断下滑，甚至面临失业风险。我们没必要恐惧 AI、抵触 AI， 真正聪明的人会主动拥抱 AI， 学习 AI，学会和 AI 协同工作，把 AI 当成提升效率、解放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竞争对手。转型从来不是一道可选题，而是身处这个时代每个人的必选题。固步自封、安于现状、拒绝成长，迟早会被时代浪潮无情淹没。面对2026年步步逼近的经济挑战和时代变局，我们普通人不能坐以待毙，更不能心存侥幸，顺其自然。越是经济动荡、不确定性加剧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的认知，转变老旧财富观念，做好家庭资产合理配置，为自己、为家人、为晚年生活筑起一道坚固的财富防线和生存保障。在这里，我给所有普通人一个最中肯、最实用的建议：在今年年底之前，把自己手里一半的银行存款分批置换，配置成3类优质资产，坚持长期持有。1年之后，你一定会发自内心感激今天自己做出的这个决定。第一类一定要配置的就是黄金、白银这类实体硬通货保值资产。从古至今，乱世藏金，盛世藏玉，从来都是不变的财富规律。经济越动荡，货币越贬值，全球局势越复杂，黄金、白银的避险保值属性就越突出，是穿越经济周期最稳妥的安全资产。近几年，国际黄金价格一路走高，不断刷新历史新高，背后本质就是全球资本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深度担忧，以及对黄金硬通货价值的高度认可。不只是普通投资者在悄悄增持黄金，全球各国央行也在持续大手笔增加黄金储备。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公开数据，前几年全球央行年度增持黄金数量已经创下历史峰值。各个国家都在依靠黄金储备抵御国际货币波动，
规避金融风险，就连顶级富豪圈层都早已把黄金纳入核心资产配置体系。绝大多数富豪都会拿出总资产的0%到5%长期配置黄金，不求短期投机赚快钱，只求在经济危机、货币贬值来临时牢牢守住家族核心财富不缩水。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中产家庭和退休养老人群来说，配置黄金白银不用追求高风险高收益，核心目的就是抗通胀、避风险、稳保值。大家可以选择3种稳妥方式布局。第一种是直接购买实物金条、银条、正规金银纪念币，方式最简单，直接保值属性最稳定。唯一需要注意妥善存放，优先选择银行保险箱保管，避免丢失和损坏。第二种是配置黄金 ETF 基金，在证券账户就可以像买股票一样便捷买卖，实时跟踪国际金价走势，流动性极强，不用操心储存保管，特别适合没时间打理资产的上班族。第三种是适度布局黄金开采、加工、销售产业链的优质上市公司股票，既能享受金价上涨带来的收益，还能分享企业经营分红回报，只是相对风险偏高，需要简单了解行业基本面。我建议普通家庭可以把总资产的10%到15%配置到这类保值资产中，作为家庭财富的安全垫。无论未来经济形势如何起伏，货币如何贬值，黄金白银的硬通货属性都能保证我们的核心财富不被大幅侵蚀。第二类值得重点布局的就是能源、粮食、AI 3大抗周期赛道的产业股票或 ETF 基金。纵观未来10年全球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刚需，能源、粮食、人工智能是最抗跌、最有长期成长潜力、最不怕经济波动的3大核心领域，也是普通人可以长期布局的优质赛道。能源是现代社会运转的底层基石，工业生产、日常生活、科技发展都离不开能源支撑。如今，传统能源供需格局重塑，可再生能源迎来爆发式增长，太阳能、风能、储能、光伏等新能源技术不断突破，发电成本大幅下降，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整个能源产业正迎来结构性红利周期，长期投资价值凸显。粮食更是人类生存的第一刚需，永远不会被市场淘汰。近些年全球极端气候频发，旱灾、洪涝、台风、寒潮等自然灾害频繁冲击全球农业生产，再加上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多个粮食出口国出台出口限制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格局。各国都把粮食安全放在国家战略首位，粮食种植、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农业化工等整条产业链抗风险能力极强，具备穿越周期的长期投资价值。而 AI 人工智能更是未来科技变革的核心引擎，从工业自动化、智慧制造到医疗辅助、金融服务、文化传媒、居家生活， AI 的应用场景正在全面渗透各行各业，相关产业链企业会迎来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没有专业选股能力，盲目重仓单只个股风险极高，一旦企业经营出现问题，很容易遭遇大额亏损。所以我更建议大家选择3大赛道对应的行业 ETF 基金进行布局。ETF 跟踪行业指数，覆盖多家龙头企业，天然具备分散风险、流动性强、
交易成本低的优势，不用费心挑选个股，就能一键布局整个优质赛道，稳稳分享行业长期增长红利。大家可以合理配置全球优质能源 ETF、农业粮食 ETF、人工智能机器人 ETF， 建议拿出家庭资产的5到10分批定投布局，长期持有，既能规避单一企业风险，又能把握时代产业发展的风口机遇。第三类很多人容易忽略，但至关重要的配置，就是提前做好家庭应急生活物资储备。从近几年全球发生的各类突发事件就能看出，强烈地震、超强台风、极端寒潮、区域性停电、疫情反复、物资抢购潮等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危机来临的时候，手里的现金流可能会面临贬值受限，甚至无法正常使用，而充足的生活物资储备才是守护家庭基本生活最实在的安全感。我一直认为，家庭应急物资储备不是浪费钱财，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每个家庭必备的风险规避手段。我建议普通家庭拿出总资产的2到5，提前储备足够全家3口人使用3个月以上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粮油、米面、饮用水、干货、辅食、常用药品、应急生活用品等。这些物资都是日常生活一定会用到的，只是提前批量采购储存，既不会造成浪费，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开支。一旦遇到突发灾害、物价暴涨、物资紧缺的情况，不用跟风恐慌抢购，不用承担涨价成本，更能稳稳保障全家人的基本生活，给家庭一份稳稳的安全感和底气。除了外在资产配置，我最想告诉大家，也是最有价值的第4件事，永远要把资金和时间优先投资自己，提升个人内核竞争力。这是所有资产里唯一只会增值、不会贬值的终身资产。在 AI 主导的新时代，未来最昂贵、最稀缺的资产，不是黄金白银，不是房产股票，不是基金理财，而是拥有独立认知、专业知识、创造价值能力、可被替代的人。金钱、房产、股票都有可能贬值、亏损、消失，但刻在自己脑子里的知识、掌握的技能、沉淀的认知、修炼的心态，任何人都无法剥夺，只会随着时间推移、阅历积累不断增值。无论经济如何动荡，行业如何变革，时代如何迭代，自身的核心能力永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我建议每一个普通人都要舍得投入时间和金钱，深耕4类核心技能，筑牢自己的人生护城河。第一类是数字与 AI 应用技能，当下数字化、智能化已经成为标配，学会熟练使用各类 AI 工具，提升工作效率，掌握基础大数据分析逻辑，了解入门编程、设计、办公技能，跟上时代数字化节奏，不仅不会被 AI 替代，还能借助 AI 放大自己的工作价值和收入能力。第二类是语言沟通能力，全球化和互联网打通了地域边界，掌握英语或小语种语言，既能拓宽职业发展渠道，接触更多优质资源和高端机会，也能跨界对接全球市场，增加收入来源。第三类是线上多元创收技能，如今灵活就业、副业增收已经成为趋势，学会视频剪辑、图文设计、文案写作、翻译咨询、线上教学等技能，就能依托各大互联网平台线上接单，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拥有被动收入渠道。哪怕遭遇行业裁员、工作变动、
也能靠自身技能稳定收入，提升家庭抗风险能力。第四类是健康管理与身心修养。身体永远是一切的基础，没有健康的身体，再多财富，再好的事业都没有意义。学会合理膳食，规律运动，调节心理情绪，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既能提升生活品质，又能减少未来大额医疗开支。在经济下行、生活压力加大的年份，健康的身心就是最大的财富。2026年注定是充满变数、充满挑战的一年。经济下行压力，通胀持续走高，行业洗牌加剧，就业竞争升温，都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和财富带来不小冲击。但我始终相信，危机背后永远藏着机遇。时代从来不会淘汰愿意改变、愿意学习、愿意规划的人，只会淘汰思维固化、安于现状、盲目跟风、懂避险的人。越是风雨来临，经济动荡，我们越要放下老旧的存钱执念，摒弃盲目投资的浮躁心态，跳出固有认知的舒适区，学会理性看待财富，科学配置资产，主动拥抱时代变化，坚持提升自我价值。不要等到财富大幅缩水，生活陷入困境才后悔莫及。从现在开始转变理财观念，在年底之前合理置换存款，布局优质保值资产，做好家庭风险储备，坚持学习成长，打磨自身核心能力。只要我们稳住心态，提前布局，合理规划，深耕自己，就一定能平稳穿越2026年的经济风暴，守住半生积蓄，守护家庭安稳，筑牢晚年养老底气，在时代变革的浪潮中站稳脚跟，实现财富保值增值，收获安稳从容无忧的往后人生。